欢迎来到每日更新的丰盛奥尔文。好，那今天的题目是你们是互相暗恋吗？好，那这是今天的3张牌，记得等一下选好号码的时候，到留言区去留下你的号码，让连结更加的接近哦。好，等一下近看的时候，如果你要看久一点、看仔细，记得按下暂停。好，那今天的第一张牌是，来。记得从图像里面去感受整个魅力哈，整个共振。文字记得可以先排除。好，再来第2张。好，第3张。好。那这就是今天的3张牌哈，选好的话记得去留言区留下号码哦。那选好了，我们就开始喽。好，那我们就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好，那我们先从今天，因为是以双向的方式哈，如果之后是以双向的方式，我们就会变成两条共人生线开始走哈。来，我们先把你们2个人的第1张牌先抽出来。1号，来，好，好，好，就这些哈。来，我们先看一下哈，今天我们先看一下天使卡所带来的你们2个人能量的基本讯息哈。来，先看3张。第1、2，好，2张就好，2张就好。来，第1张哈，看一下这2个。目前看起来你们2个的连结算是有走到比较好的方向去了哈。应该来说，你们2个的熟悉感有偏向比较像是老朋友的关系啦。你们会有一种很熟悉的情愫，从你们一开始认识到现在，都有一种怎么讲？我觉得你们2个的能量的连接，主要还是有来自于一些过往的故事，或是经验、人生的小时候念书的时候，有一些相同的兴趣、相同的喜好，来达到你们现在的契合度比较满点啦。那你说你们2个现在是互相暗恋吗？我觉得情愫不太一样。你这里你这里有比较多的主动性，你这边有比较多的主动性往他那边去了。那他那一边跟你保持着的情感的能量其实蛮丰沛的哦，但是因为他的取向我觉得不是很单一，他有蛮多情愫的，不一定只是爱情的，他有蛮多情愫的。记得我常常会说他有爱情、友情、亲情嘛。那他的情愫比较着重于不是这3个分类，而是着重于在一个字，就是情这个字。我时常提醒，有的时候是这个字，而不是爱啊、友啊、亲啊这个几个字，它在情这个字。他现在跟你在一起所连接的水能量，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定义上的啦，哈。我们可以再期待看看啦。他的主动性没有你高，所以也有一些你跟他的连接，主要还是来自于你的主动性偏高啦。那不代表他不在乎哦。我先说，不代表他不在乎因为其实以能量的分配上。跟能量的质量大小来说，它的是比你浓厚的哦。我有看到一些你需要确定的一下内在的一些东西，我等一下后面翻到再跟你说哈。好，来，我们再先看这里哈。好，都是事哈。其实
从这里刚刚就已经有看出来你们两个关系上的和谐程度了啦。那现在又都是用4的号码，我们先讲号码，以4的号码来说，算是一个蛮均匀的和谐关系。但是如果你的欲求，你希望能够更加进展跟更高一点的位置的话，现在可能没有那么高，没有你期待的那么多。但是目前已经算是一种稳定跟和谐状态，这个状态代表着你们之前的陌生跟相处初期什么的，已经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那这个稳定的状态有没有要往下发展成别的？我目前觉得他那边没有这么想，他那边没有这么想，他那边甚至现在觉得这个关系已经非常之好了。哦，他看到你会开心。哦，你们一起出去，他也会开心。那你没有来，他也会关心，他会在意。好，相处起来都很不错。可是他有一个东西，就是当你离开他的视线的时候，他几乎不会特别去想到你，他不会挂心，你懂吗？会有这一个节奏讯息哦。好，主要是因为现在的能量只有到，我觉得就只有到4而已。他还有机会往下发展，但还要等那个故事线往下走。我刚刚一开始就说，他那边的能量水能量比较强，是因为他的情感是比较丰沛的。可是他的情感并没有被定义是哪一种关系，或是哪一个 title。那也没有不好，因为他还有很多的可能性的发展，可能性的发展，只是就这样而已。因为他权杖4的能量，他就没有逆向，他就没有持续性啦，他就只有一瞬间、一下子就当下而已，很容易被遗忘，很容易被忽视，然后，但是其中的快乐跟幸福、快感都还是有，但就没有办法挂在心上，没有那么强哦，没有那么强。但是还好，数字是到4而已，那就是表示后面还有机会，还有延续性啊。他第一轮的整个你们的关系的整个时程顺序都还没跑完哦，都还没有跑完，还可以再期待一下。那至于你这里哈，我觉得你这边4的金币来说，他这里比较希望你维持现状哦，因为他这跟现在你这张牌有点冲突啦，因为这个主动性有点强，而且他处于一种我觉得被提醒有点主动性过强的状态，因为对方是属于一种他觉得现状已经蛮不错的状态了。他有一种，他的状态比较符合这个，就是希望维持现状。哦，还有一种，他也在暗示这张牌所说的，你们内在有一个旧的熟悉感。他这个旧的熟悉感比较像是说，也许你们以前灵魂就已经相识过，然后到现在这一个灵魂在遇到的时候，就很快就会有一个熟悉感啦，是这样子。所以他这一个所谓的传统啊、旧啊、过往的守成的保护的状态，其实是有在提醒你说，其实这个是很好的状态哦，因为他逆向了，他本来的状态应该是比较负面的，觉得应该要有所突破。如果他正向，我觉得他会希望你有所突破，不要只是固步自封。可是现在这个状态来说，反而却赞扬了这个方式是现在你们两个维持关系里面比较好的走向啦。先不要突破，先不要多做很多事，先维持现状就好了。目前看到的是这个，先给你一个提醒哈。来，逆向牌还真多哈。那他跟你的情感流动蛮慢的啦。哦，情感流动蛮慢的，可是他其中有珍惜你哦，他还蛮珍惜你的存在的哦。他认为你时常跟你的出现跟关系各方面，他会觉得维持的非常好。他不会刻意去想这一件事情，但是每一次你的出现跟遇到你或什么，他都有一种觉得舒服的平静感，而且很有生活感。所谓的很有生活感，就是你的出现会增加很多相处上的乐趣跟新鲜点哦。所以他内在是有期待你大家出去或什么时候能见到你，可是离开之后却不会放在心上。你懂他那个顺序是这样哦，他跟你不太一样。你可能回到家之后还会多想想他今天跟你相处很多的感觉或什么，他没有哦，他
离开之后就不会特别想这件事情了。他比较着重在相处的时候的那一份滋味，跟那个亲近感而已。他跟你的方向是这方面是不一样的哈。那爱情牌逆向，我觉得你在某方面来说，你最好尽力的相信你眼前所见的就好，不要去太多的猜测，不要去美化你跟他的感觉，因为这里恋人牌的逆位给了一些小小的建议啦。虽然它常常出现在于一种自欺欺人的概念上，但我觉得这里没有那么严重。它这里只是希望你不要太过度美化你们的关系跟每一次的相见，要学习它这一个金币皇后的一种平静，跟简简单单的滋润两个人的关系的节奏就好了。好，它没有正位那么丰富，没有那么丰盛，没有那么丰满，整个雨水的能量没有。它反逆向加强了，稳定了，更加的着重在土能量在你们关系里面的发挥。皇后能量在这里的水，它是希望说不要让很好踩的逆位的话，它是有一点点担心说，原本已经踩在已经踩在软软的土壤上面了，那水分够的话，就会长出好的东西，表示是你们的关系应该要有的发展。可是现在逆位的话，会有一点点觉得土水的能量分配不好，也就是说，如果过度的话，可能本来要长好的东西、长好的农作物，或是你们之间关系的正常发展，就会变得有一点点揠苗助长啦，好吗？那就会收成的不好。所以以这6张牌来说，我有得到一个节奏感，希望慢一点。他们都在排斥这张的过度主动性，所以你跟他的关系里面，你时常想要对他做什么，想要多做一些什么，这张牌被压制了，是希望慢一点，而且更多的讯息是维持现在的状态就最好，而且要再简单一点，因为你们两个关系的富足跟慢慢的成长节奏比较慢，以金币皇后的位置已经告诉你，现在的土壤算是不太好种植的，因为水跟土的能量分配、滋养、肥料的泼洒比例似乎有一点点失控。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在维持最好的，离会变质最好的边缘了。没有到变质，但是已经是维持最好的状态。那这一个维持最好的状态的能量来自于谁？来自于他的简单跟没有太过于期待。他甚至有的时候会把你们关系的亲密度往后拉一点点。这是我看到的。他为什么要往后拉一点点？因为我觉得以他的人格跟概念上，他觉得一切平衡、简单比较重要，不要太多复杂的情绪跟思维。不要太多因为他内在的水能量已经很丰沛了，他其实花蛮多的心力在控制自己对于情绪的掌控。他其实已经习惯性了，他没有特别去想这件事情，他已经习惯性这样去掌控自己的情绪的感觉了。他觉得这样稳稳定定的就好，跟其他人跟所有人都好。所以我在这边还能够看到一件事情哦，他其实对爱情的期待跟渴望度可能没有你高。从这里角度看得出来，他对于这件事情的发生是极为珍重与觉得珍贵的，所以他没有特别期待他要出现，因为他可能觉得会破坏掉他对于安稳跟安全的感觉的定义，所以他在某种内心上，从这边看起来，他的水能量是散布于其他种关系，人跟人的情这一件关系，不会着重在爱情的期待上。好。那即便你们现在互相有好感，但是以他的角度来说，他的那个好感并没有完全进阶到，或是转换成比例比较高的到暗恋这个状态。所以你跟他相处可能会有蛮多的状况，会让你误解，好像他也是喜欢你。其实他对大部分的人都差不多好。好，我们再来看看后面有没有机会哈。好。如果我们要针对爱情这件事来说，这张牌翻出来的是有机会的，因为你们的关系是能够调节到更好的状态，目前已经是很好的状态了。从这里来看，这里也有，
哦，这里也有，因为这个下面。好，正下方它所影响的也有两个金币能量，有金币3跟金币2，尤其金币2的能量，后面下面还有命运之轮的能量。好，表示现在这个时机，你们的关系已经维持非常好了。但是节制牌的出现告诉你说，维持非常好，但不会只有现在这一个状况。所以看到这里的话，是有机会在往上的。可是必须要警惕一件事情，这个节奏是比较慢的，因为土能量非常多，火能量却是都逆位的，风能量也是逆位的，表示是不顺风的，没办法吹起火焰的。但是土能量有安定的往上发展。有些微的水能量，还有他自己的水能量在滋养，所以这一次的耕种，我们用讲耕种，收获也许一样多，但是耕种的过程比较辛苦。还好我们这边看到的节制牌出现哈，那你可以期待一下关系的慢慢成长上去。那你这里女祭司牌出现的时候，我认为，这边在讲的是。你的精神要求似乎过高，白话一点讲，就是你所期待的你跟他的互动，还有你跟他互动的时候，他的反应，你的期待过高。女祭司牌这边提醒了，现在内心你所想象的你跟他的关系有一点点失衡。我觉得不是有一点点失衡哦，因为要用到女祭司牌这么大牌来去做警告跟提醒的话，我觉得有点超过，不是有点超过，是超过了。那这边所要做的调整跟提醒，就是你的内心的期待要降低，要放到跟他一样。我觉得你最多只能目前呢，我不是说永远，我是说目前，因为现在有一点点接近失衡状态，才会出女祭司牌。这边要告诉你的是一个小 tips， 就是你可以对他比较好，但是只能比你的朋友多一点点，而不能让别人或是各种帮着重在全部的人都发现，或是大家的人有明确的感觉到你只对他好，还是你对他特别好。因为在他这边这一个节制牌会失衡哦，会没有办法。记得他需要健康的长出农作物，所以他必须要稳定。记得这里需要稳定，而且。如果你给予太多的话，其实给他了什么压力？这个是你不会知道的压力，但是在他身上会出现。他不会跟你说，但他会跟别人说，好吗？好，来，我们再往下看哈。好，权杖2哈，基本上权杖2这边讲了一件事情啦，他讲的没有错啦，你们的关系现在走在不是你所期待的方向，但是请你不要失望啦，因为他只是说，是他的方向走的是离你跟你想的不一样，但不代表是你们两个一起走的方向最终都会往那边。因为你的牌你也有你的路线要走，你们会互相影响了。但是太阳牌的逆位哈，这边我必须说你的正能量偏少，所以你能影响到他的关系的发展路径，影响力不大。为什么说你的能量偏少，然后影响不大？因为目前你这边有点过度依附到他的感觉。自己的能量的想法、意志的能量，每次遇到它都偏弱。偏弱的情况下之后，他就很难以你的想法为主要的想法，他还是会以他的想法为自己的想法。你的想法不够有力，能量不够强，你讲话你所提出的意见对他来讲，他可能不容易听进去，很难影响到他的决定。白一点讲，就是你的能量影响力太小了。好，那逆上太阳牌甚至告诉我说，你连正能量的魅力、影响力也都偏弱，那就表示你把自己说的太小了，在他面前，我觉得就只有在他面前了，在别人面前没有啦，因为至少还是太阳能量啦。我觉得情况会变成是你被他的能量笼罩了。他现在从这里一路过下来，你一定要记得这一张牌节制牌。
你们的关系能发展好，是要一种稳定，加上两个人的能量是平衡对等的，才能够肩并肩的往上发展更好。只要你在他面前，你觉得你比较卑微、比较渺小，通常这个能量就会产生某种失衡。这里有一个强调要平衡的能量，这里也有一个，底下还有一个。好，那这一份平衡底下要运作的命运之轮，要运作着命运之轮，所以不平衡命运之轮往前发展的路径就没有办法很顺利的走到对的路上。所以目前现在你跟他的关系是走在你不想要去的那个方向，是偏离的，没有错。我想你一定也能感觉到哈。那从这里 tips 上所讲的就是，请加强自己的想法、魅力、意见，更加的去往自我内心里面去表达任何你想要的东西。你会觉得跟他或跟其他人意见相左、想法不同的时候，会有一种不合群或是很难搞，造成别人麻烦。可是其实你没有注意到的是，别人也是非常需要你有一个坚定的个人人格而表达自己的意见跟说话，这样子会在他们内心里会有一个立足点。那以后你讲话，他们就听得到，他们也能够感受到你个人独特的重要魅力。其实是这样哦。如果一直去附和别人，没有办法把话这方面都讲出来，那他就会，我觉得他就会处在一种一直不被听见的状态。哦，那就很难察觉到你的魅力所造成的影响力，好吗？好，来。那这边有一个不错的东西是，他不会把他内心想的东西都藏起来不说。你现在所能看到的他的样子给的讯息，几乎都是完完全全符合他的这件事情，你可以相信一下。然后他真正封闭在自己内心很多事情的话，你挖不到，而且对于你们的关系跟相处没有影响。你会知道，必须要到非常后面才会知道。他现在也觉得也没那么重要。然后总之啦，他对你的表达，你感觉是什么？几乎100%就是那个了。他没有任何更多的心机跟任何的心事，他没有办法，他不会拐弯抹角跟你表达任何事情。如果他开始对你拐弯抹角，或是藏一些秘密跟你讲话，你有发现他讲话有点支支吾吾的，那是表示他的对你的在意有出现。只是这个在意是从正能量跟负能量出发，就不太知道。但我认为你这边的正能量加强，能量够大了，对方也会成为这一种正能量的善循环。所以他对你的在意，他开始对你在意之后，讲话就会比较有所注意。如果你发现他跟你讲话有比较注意的话，那就表示他跟你的在意在慢慢的提升啦。好，以他的牌面来说，他的优点就是他表达出来的跟他内心的几乎是一致的，而且是淋漓尽致，他不太藏太多。所以你能从他各种的表现去收集你想要的讯息都是 OK 的啦。只是记得。他跟你的差别在于，他不会多想太多。那你多想太多，对他来讲是第一是压力，第二他想不通，第二他没有那个逻辑。所以跟他相处，除了达到平衡之外，要谈到对等的位置之外，你不能比较卑微之外，还要更清晰的表达你所有的想法。因为在他的眼里，在他的看法里，他觉得你所表达出来的就是100%你想要的。他不知道你内心还有别的话没说出来，他不知道，好吗？来，我们再来看哈，看一下一些连接啊。好。你们两个人其实有基本的吸引力啦，也就是说，无论他现在是把你当成什么关系在相处，可是如果直接
我们移到了爱情这一方面来说，你身上有很多东西是他本来就会喜欢的，这一点就可以，这一点不用太担心了哈，这一点是有存在的。那所以搭配着节制牌，你们相处慢慢相处下去，还是有机会成为恋人的哦。他的单纯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边也说哈，他跟任何人还有跟你的关系建立到现在，他都是用一种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情愫跟你相处，没有多想，没有增加。一开始认识你，对你的好感就一直维持在那里。好，只是会你的样子跟你的内在根本只会对他来讲增加了更多的丰富性，但他对你的好感从一开始就是，我觉得就是维持着一模一样的。那这边骑士，我觉得他在讲后期啦，后期哈，开始这张牌的时候，水能量就已经很多了，我觉得这是他的本质。但我觉得这张写成叫做后期，因为他内在是一个情感非常丰沛的人，只是他把表达的比较简单，或是我刚刚已经说他所表达出来的外在，你所看到都是100%，所以他的热情跟那情感丰沛就已经都完全表达出来。但是那还不是他的上限，那不是他的天花板，他还能够慢慢的增加。当他内在，我这边看到的是这个讯息哦，你可以期待，当他内在对爱情的期待能量一点一滴，虽然很慢，往上成长的时候，他内在的那个丰沛水能量就会有比较多的比例转向于对爱情的期待，只是现在还没有，因为这个位置还在很远的地方，还在很远的地方。好，然后这边有特别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是，他对于爱情的价值观跟想法可能跟你的非常不一样，应该会非常不一样。因为我从这边权杖2所走的方向来说，第一跟你讲的走的路是不一样的路径，但并不是全然是背离爱情的。因为这里骑士牌有说，他这条路径里面也是包含去寻找爱情的，只是他现在没有这么意识到，也没那么渴望。因为我刚前面说的，他要的那个平稳里面，其实有很少的比例才对于爱情有所期待。但是这边在说，但是走到越来越后面，越来越有对未来越有向往的时候，可能是他的成熟度或他的人有年纪，身体有感觉，或是看到别人的爱情故事各方面，他也开始感觉到自己的孤单了的时候，虽然他走的路径跟他对爱情的想法、价值观一定不太一样，可是他内在对爱情的渴望的情愫，终究还是会累积到一个程度，因为他本身是情感很丰沛的人，不外显的而已。所以你跟他才会说，前面如果关系慢慢维持住的话，节制牌才说后面是非常有机会的哦。节制牌这里讲的是有机会的，因为节制牌在他的心中被定义了是他对于美的核心价值，也就是说，对于爱情的渴望，爱情所塑造的那个美好，在他内心也是有某一个成分的重要价值存在，他没有办法抹去，只是他现在换成另外一种方式来保持跟大家的关系都很好，有点类似爱情，可是他把它着重在情这个字，而不是爱情爱上面。但未来他终究会感受到他需要爱情，好，但是有点慢啦，有点慢，不是你现在所期待的。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好，因为这张牌讲的是你们最后的能量的交集点，是属于有爱的啦。那所以才说前面说维持住这个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把它分成3个时段好了，就是前面还在摸索是朋友关系，中间式的交往，然后后面在一起3个时段的话，前面这个稳定期现在还在前面那一期，我们连中间那里都还没有到，因为我所看到的节制牌的能量并还没有完全的调和完啦，还没有完全调和完，要期待一下，要等一下，要有耐心一下，因为后面接的是圣杯骑士，他会往你们可能会交往的路径带过去。但不是现在就对了，好，因为他现在所要走的路跟他所渴望的东西，情感的使用不太一样啦，哦，但是契机有出来，会慢慢往那里走。来，再看3张牌。以现在来说，你们关系要变得比较亲密的这一个底层的力量不够强，哦，不够强，还找不到方法使用，所以只能慢慢的用飘的往上走，而且你可能要被动的照他的模式走。记得刚刚一开始的，不要有太多的主动性，你就只有等着看，
不是等着看了，静静的跟他维持好的关系，然后慢慢的看他的变化，慢慢的看你们关系的变化。因为推动你们的能量真的不强，前面都没有太多，他现在所有的能量都在一种维持平衡的状态，没有轮子，没有赋予轮子的能量啦。那我看一下这里，好，你跟他的相处还有很多故事要发生，还有很多故事要发生。这边讲就是你们还有很多故事要发生，并不是只有爱情啦。那这些情愫跟这些事件发生，会让你们的关系更加的亲密，更加的亲密。但是这一张牌讲的那个很多故事还不到这里啦，都还在比较前面的位置。虽然它是一个终点啦，就是说那些故事你们将相处有更多的故事内容发生之后，会开始启动了圣杯骑士往新的阶段走去啦。但所以前面还是有很多你们相处的故事来说，那才说你要跟他维持住这个关系了，不然这些故事没有办法发展下去了。角色主角都不见了，没有什么好发展的，是吧？那皇后好，其实这一张牌，只是在告诉你说，一直都有蛮不错的水能量在支持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啦。然后有点算是礼物，有一点算是你不去求，你不去跟神明求，宇宙能量求，它本来就在旁边呵护着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了。那这份关系，除了包在你们两个这份关系里面，让你们两个一直有走得很近，有慢慢的感情成长之外，还有另外一层水能量，是他那边的水能量一直在跟这一个做搭配。我发现这2层水能量在里面啦，所以比较宽广的看一下你们的关系的话，其实你们两个是现在关系或是未来再往上走，都是一个比较幸福、美好的相处关系，只是他没有立即的，我必须说，在这张牌出来前，他一直都没有立即的告诉你说，你们两个的关系被水能量包的这么丰满的关系是要走到爱情，他只有说是会走到一个蛮重要的角色，人生上蛮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家人、好朋友或是恋人，都有可能。水能量很大的时候，通常都会这样，会很可能。只是这张牌出来的时候，我只是发现它有牌面说，当你们两个对爱情有所渴望的时候，似乎交集点就开始会出现了，因为你们两个走在一个平行对齐的往爱情走去的路上。到某一个程度上，频率我觉得是在等他开始对爱情开始有点渴望的时候，他会发现。他附近就有一个人很适合了，就是你所以要等一下，毕竟这张牌出的位置出的蛮好的。简单来说，它就是出在人间上到了天堂的这一条路径啦。用这么强的爱情能量在解释。好，希望你听得懂我有不小心讲的有点抽象，但是还是希望能够传达一些讯息那小小的结论一下，就是你跟他现在的关系先稳定起来，持续下去就好了。什么关系都好，朋友关系、之前的朋友关系都好，因为你们需要花时间去累积底下的水能量，去耕种，让它发芽。但是后面不知道是发芽成家人、朋友、最好的朋友还是恋人，不确定。只是牌面有比较高的比例是趋向于恋人的，但是需要花时间，就这样，大致上讲完就是这样那希望你能够找到比较好的方向感。那谢谢你来听祝福你。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那我们一样先从5张，应该说5个部分然后因为今天这个题目我必须要翻你们2条的故事线一起看来，今天的题目是你们是互相暗恋的吗？来，我来先翻一下你们2个的路线好。好，哎呦，土石流，讯息土石流。
先这样，我看一下，维持一下，感觉一下，怎么那么多？一直收到。好，那看一下这几天时卡，先给2个定义哈，先2张来看一下你们的基本关系能量哈。他的，你的，然后看一下，如果以综合来说，这2张啦，你们是走在同一条路径上的啦。你们的关系目前应该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新的阶段。哦，我觉得路径上是看好的啦。哦，我有发现你们前面有一些关系的路径都是在像是 A 的彼岸到了 C 的岸边，B 的岸边 ，A 往，然后再渡船。你们快要下船了，下到新的关系的新的世界里。就是说，白话一点讲，就你们关系会有一个新的发展，会有一个新的境界。但我目前没有办法立刻跟你肯定说是变好还是变坏，我只能说你们会有一种新的关系的呈现。不过以这张来说是趋近于好啦，是往好的方向走了，但它并不是100%饱满的讯息，它还是有一些漏洞，还有一些那个，我没有感觉到它是极度扎实就对了。它还是有一点破口，但是比例比较小，所以我不能给你完全说就是完全走好的方向，但它也会有一种状况啦，有好有坏，但是好的比例偏高，就这样哈。好，那我们这个就往下看才知道了哈，到底它为什么基本基础能量是这样写哈？好，还好这里是逆的哈，逆的比较偏向于说你过往以前一些爱情的经验跟伤痛会被唤醒，但是就一闪而过，会有点吓一跳，就是说你跟他。这边在讲说，你跟他越走越近的时候，会有一些类似于过往你的爱情经验里面的伤口跟挫折感会浮现出来。你要小心一点点，不要沉下去。但是还好，把你拖住的力道不强，不强，它一闪而过，一下就过去了。我一直在跟你们说，宝剑三的速度跟时间非常短，它没有办法像它图面上这么扎心。因为我们没有用它来直接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它没有立足点，踩不住。它对我来说，它很像，该怎么说？就是背包快断了啦，只剩下几条缝线在那边撑着的感觉啦，很坚持，很让人感觉不安，很让人感觉厌烦的那一种感觉，但是就只有那一点点力量而已哈。尤其又是逆位的话，所以放心啦，这一组这个能量并不影响到你们的关系的发展，反而是它这边是圣杯3的能量，也就是说，你们应该会有越来越多的相处机会，而那相处机会可能没有办法是1对12人相处了，会有更多的活动让你们2个人碰头，所以你们会有更多的接触、聊天跟互动，会变得更紧密。接下来，因为他这张牌所告诉你们的进入那一个新的世界的概念，我觉得应该是进入了新的圈圈里，新的圈圈里。很奇妙，就是我这边得到的第一个讯息是，你们很有可能会长期的去参加同一个活动啦，一个课程。总之，未来会有一个很紧密的活动，1、2种吧，会把你们绑在一起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它可能也是个朋友圈，它可能也是个课程，它可能也是个时间表，或是某个时间表，你们都会约去一起去做什么活动、运动，会变得比较定向的。所谓定向就是固定的，在某些时间你们都会比较常见面。这边有这个讯息，那会跟其他人一起，不会只是你们2个。
会受到邀约、自愿参加的有很多。好，这是你们两个现在能量的包住在你们能量的状况啦。那你会是比较被动的，被动的被邀请，被动的被拉拢进去，不是你主动参加，但你后面还是会确定要一起跟啦。尤其现在你看到了这副牌现在给的讯息，必须说，如果对方有邀请你各种事情，尽量去参加，尽量去参加，让你更进入他的圈子核心，更进入他的圈子核心。因为这一张牌所带来的新的境界、新的关系，就在那个圈子核心里面。就在圈子核心里面，即使你不往那边走，你也会渐渐的往那边走了。不如反正都要往那边走了，不如他任何邀约都答应就对了，都去，只为了要看他也都 OK 啦。但是你会有其他意外收获。这边讲的收获并不是只有他，有很多丰盛的收获连带的一起出现哦。这里让我想一下，因为他现在跟这里所营造的气氛背道而驰啦，我必须要确定一下他这一个核心到底在说什么。我先看一下你这里，我觉得的有好有坏的，坏的东西出现了。你们虽然好像遇见的时间变多了，相处的时间变多了，但是反而会更加的忙碌，反而彼此的注意力会变得减少在彼此身上，尤其他那里的。坦白说，他对你的在意会开始减少，主要是因为他很分心，他很多事情要做。然后，因为在这个新的环境里，他有一个新的适应，他有很多新的事情要做什么，他很难就完全专注于这边。他还会有交到新的朋友，但是你们都还是在这一个圈里面。可是因为这个圈里面的小圈，你可能没办法参与，或是他，反正他就变得比较难以只专注跟你相处啦。他本来就没有只专注跟你相处啦，只是现在变得更难了，我跟你说，这不是只有他的问题哦，连你自己都有哦。你会有更多的外物，会占据了你跟他的相处时间，而你不得不去，而且你还愿意去。为什么他这里是权杖6，然后却这么说？因为本来应该你会欢喜的去接受各种外物，去认识更多的人，可是因为你会更加的远离他，所以你会有点不情愿的去参加，因为你的时间就这么多，但是有些时间被其他的事情分散了，但是那些事情并没有不好，你也很乐意去，但是有些事情的参与并没有他。虽然你们见面频率变高了，可是杂事也变多了，因为中间有很多的杂事，有很多的外物，有很多的声音，有很多的人都加入了，所以两个彼此的专注度变差了，对彼此的专注变差。所以这一段期间，进入下一个阶段期间，其实你们会有一点点的比较远一点啦。比较远一点，那我大概知道这张牌出现的意思了。他希望你不要感受到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因为这是这个阶段初期需要适应的事情。新朋友、新环境、新课程、新的圈子各方面，你们不是只有他哦，你也有，记得你也有那你似乎有一点点没办法控制，你一定要一直都跟他一起啦，好像有很多能量是没有办法只让你做选择的，没办法依照你的选择好，7好，我先说你这里，他告诉你说这段时间慢慢走就好了，不要有太多的期待，你们的关系并不会变得比较糟就只是要必经的过程啦，你慢慢的走，慢慢的交朋友。就是说，其实如果你开始觉得你跟他有一点点疏远，但是其实也不算疏远啦，你们还是很常见得到彼此，还是能够常常联络聊天都可以。可是可能比起以前相处的频率，可能有开始减少的时候，记得这张牌给的警惕是稳住，慢慢走，有在往对的地方走，有在往安定的地方走，慢慢走就好了，不用急，没有扣分，没有变差，因为这只是个过程。因为这里告诉我说，
他需要去经历他现在的在新的圈子、新的朋友的适应，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就会发现那些都只是也是个过程，朋友也不是真的在交的，也没有办法很深入。然后某些短期的快乐，跟出去玩、跟别的朋友、新的伙伴或什么新的，本人他就会有一些蛮快乐的新的快乐、新的活动出现的时候，他久而久之就会发现说，其实那都只是有点像酒肉朋友。会形成一种幻影泡影，他自然之后就会回归到他原本的基本的朋友这边，就是你这边，所以才说你要稳住，慢慢的走就好，不要让你觉得他离你很远，也不要让他觉得你已经不再关心他，记得要维持住这个关系就好了，因为他终究会回到你们的亲密状态里，比较接近的状态里。不要被这一段突然的远离误会了他的不喜欢，或是你们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好了，没有。金币骑士说没有，慢慢走就好了。慢慢走就好了。我开始知道这个能量它在发威了，它会带来某些负能量，都是过往的一些挫折感，很类似的熟悉感，很类似的负能量，熟悉的旧的负能量会慢慢的影响你哦。如果你今天没有看牌，我想这一个负能量会在你下一个跟他关系的阶段里，一种小小的疏远会打击到你，会让你觉得他可能没那么在乎你，然后你可能会自己也会远离，自己也会脱困，因为其中是因为这张牌所带来的旧的感觉一直在影响你的判断。是这样，还好你今天看了，我必须用这张牌跟你说，这张牌把它放在心里，慢慢的走，稳定下来，非常安稳的，用比较简单的心思，慢慢的维持住你们的关系就好了，不用太用力，自然而然的就好了。来，他会回到那一个瓶颈点了。我刚刚就说了，我刚在这里就说了，我说他在那边一圈回来，他会回到他原本最基本的朋友圈，就这里啊。但是他从这里到这里还有一段路了，他会啦，他会回来，所以你不用太担心了。然后这张牌又强调了这里，不用特别去美化你们的关系，不用特别去加强你们的关系，不用去增加你们的亲密度，都不用。就维持现在你们的习惯就好了，维持你们现在的联络熟识度就好了。这里都是两种路径。这边说的是，他也许会远离你一阵子之后，但他会发现原本的朋友圈是最稳固的，你就在那个朋友圈里面，他就会再回来接近你们。他从这里走到这里，也是一段路，是有高潮迭起变化的。你这里没有，你这边都是稳稳的，请你走下来，不会有任何进展，就稳住，就像这样。你希望你有一个概念是，你可能需要牺牲你跟他的相处时间、空间，但是后面会换来比较值得的东西。毕竟他最后还是会回到跟你们或是跟你比较熟识的状态里，就这一段不会很长啦。记得他是因为有新的环境、新的圈子需要适应，需要有新的朋友需要先去交。好，但是你也不要因为这样就完全远离他哦，这个就会失误哈。这里你看又讲了，他在这一条路径上，他会感觉到某种沉重感跟各方面的不适应，都不是他想要的啦。他心里会有一个反射，会知道了哈。那这边他这边是一个提醒啦，你内心就像我刚刚讲的，你会被这里影响，你可能会想逃离，会觉得好像他疏远。如果你没看牌，你就会有这个感觉；没有看牌，你就会感觉到你对他可能热情没有像之前那么多了。主要是因为被自信心所抵消掉了，其实不是啦。那是一种疏远感，让你有一种自我保卫机制，所以你会把自己对于他的期待跟热情都减掉了。这边有在讲，很有可能会有这个机会哦，你心底会有一种想放弃跟远离他，因为想要远离痛苦，或是想要远离负面的能量所在的。那他在他自己的过程里面，他会慢慢的觉醒呢，他会觉醒到说，有些圈子他不适合他。
觉得不适合他。那以现在这样看起来哈，以今天的题目来说，你们是互相暗恋吗？我必须说，他那边的能量哈还没有发展到跟你差不多啦。可是他必须要在这边走一圈，走到那边的时候，他才会比较意识到他真正觉得比较重要的人有哪些，你会在那个其中。所以前面才一直说哈，你这里要稳下来，记得要稳住跟他的关系，比较重要，比较重要。那比较特别的是，这里牌有发现说，当他会有点疏离、远离你，可能会有几个月比较没有像以前职场那么常找你的时候，你这边可能会也会因为你自己也有交了新朋友，然后变得更加的疏远。那这边做了一个提醒是，不要，你们还是要保持基本的联络，平常要聊天，你可以互相去聊聊现在的新朋友或新的生活这方面。你们相处的频率会因为这张牌还是维持在够高。见面的频率也是会够多，圈子也没有远离多少，是因为这张牌。可是新的感觉会从这张牌开始之后就会有点远离了，话会变少，甚至私下传的讯息或迷因也会变少。那你要记得要维持基本的互动频率就好了，好，不要让他觉得他回头想要去找他自己重要的人或者是亲近的人的时候，大家都不见了。好。那这是里面要看到的一些小 tips 了，还好这边有看到了，不然如果没有这个牌啦，我确实会觉得你们两个在进入新的圈子之后会有点渐行渐远。这个渐行渐远很迷幻，为什么它很迷幻？因为它看起来好像不远，因为你们好像，我们就打一个比方来说，如果两个后来进了一个新的世界，两个比较亲近，是因为两个一起去报名了什么课程，晚上都要一起去上，运动课程也好。技能课程也好，你们好像每周都还会多见面了3次，好像变得比较亲近。可是实际上，你们会彼此交到新的朋友。你们会发现，你们彼此的时间，因为这个新的课程、新的领域，需要多花一些时间，就压缩到你们个人的时间。所以你们一结束之后，就会赶紧的去做自己的事情、重要的事情，也因此就不会像以前一样，休闲的时间就会约在一起，会比较常见面。频率差不多，可是内容质量不一样哦。这就是现在这个状况，所以我才说它会有点虚幻。这张牌把你们还是在同一个圈圈里，距离时空上不远，但是内容的质量就没有以前的高了。如果今天没看到这张牌，你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很容易就认定你们两个疏远了，然后就只有疏远了。牌面说不是啦，他只去外面兜风会来的。你要记得要跟他保持原本基本的一些联络跟友好程度，不要有疏远的感觉。这里需要有一点小技巧，不要让你也觉得你跟他疏远了，好吗？好，那我再看一下哈，因为这些都只是基本，还有一些东西还没翻。好，来，我再翻其他的哈。这张牌讲的是说，你们现在这一个关系，现在他在讲说要更多的理智一点哦，不要有太多的感情因素哦，就是说你跟他相处，你的判断要比较理智一点哦。他这边比较讲的是说，不要附和他啦。你还是要坚持你自己想做的事情，要坚持对你比较好的事情。做选择的话，都是不要因为他这里改变了你大部分的选择，或是重要的选择。这里有在讲哦，不然很难往更好的关系进阶。这里需要更加表达你。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说，但是他这边好像有在担心你会有某种过度附和他的状态。他这边好像叫你不要你还是要比较选择自己想要的才会比较好。圣杯6了那这里讲了一个别的事情我觉得他这边讲的是说，你们近期或什么，反正到了这一个新的阶段里面的时候，
你们除了会交到新的朋友之外，你们还会有可能有一方或两个都有了，会有一些旧的朋友、旧的朋友圈、旧的朋友有回来，好，所以有别的朋友需要去照顾，或是接触，或交流，或交际各方面的，所以这也会造成你们两个的相处时间变少，相处变少。但是以这牌这里所讲的，其实都是必经路程啦，必经路程，这只是一个过场而已，过场而已。我觉得他这比较，他现在从到这里，这还先不要讲，到这里，他有一种有很多外物。其他的事情正在影响你们两个的紧密度。我开始发现，这里所谓的进入新世界，所谓的新世界，就是在制造更多的挑战，更多的把你们拉远的更多的因素。所以今天你们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其实他不是在讲说你们要进入一个新的关系，而是你们两个要一起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新的阶段。就像我刚刚讲的，可能会一起去学什么课程，一起去上运动课什么之类，这就叫做新的空间、新的环境。那这里跟这一段是你们要进入更下一阶关系变得更紧密的前面的一个挑战。我把它诠释成挑战比较好理解。那这个挑战的重点在于你们的疏离感，跟亲密度、相处频率的降低与减少。那以很多人的关系来说，通常好朋友的关系一疏离，变得比较没那么亲密，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同时交了不同的自己的新朋友之后，就再也没有保持基本的交流跟联系。或是在交往了新的朋友之后，会发现价值观有所被影响，好像很难跟原本的朋友做基本的沟通，就这样子会把自己归类到到新的圈子里，原本的就没有办法再做这么紧密的联系。这里就是这一个考验，或是这个挑战。那如果你今天没有来看牌，我想牌面的方向就是会各自发展，可能会疏离的时间会更长久、更远，因为它这边有蛮强的能量，是有很好的新世界发展能量正在吸引着你跟他。但是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希望未来能够走向你们两个可能会有交往的机会，所以这边牌面给的最基本的提醒是，记得还是要保持最基本的互动频率。还是该分享的东西还是要分享。那这里过关了之后，这边有给答案，他还是会选择原本的朋友圈，因为他那里的熟悉度最高。那你这边就是处在一种等待。如果今天没有看牌，没有给这个指示跟意念，你们要花的时间会更久，它甚至会有一种重建的讯息，就是疏离分开之后，会有一种重新认识彼此的讯息。那这样就表示你们中间彼此的互动变得太少了，才会有这样子陌生感就太重了。那你这样子，你可以推断你们这个疏离感会有多久？会有一段时间，但是一定要保持原本最基本的。那这张牌在讲说，你们确实是会各自发展新的朋友圈啦，然后应该不能说各自发展新的朋友圈呢，而是会有各自新交到的朋友啦。那其实新交到的朋友这一个概念点还蛮复杂的，它带来的非常多讯息，代表了新的价值观的比较，会有这个状态哦。我不能说你是他最好的朋友，因为现在没有这个讯息。我只能说你是他最熟悉的那一个朋友圈里面的其中一个人。也因此，你跟他很容易疏远。记得你跟他很容易疏远。因为他跟他最好的朋友圈可能绑死了，可是你跟他并没有绑死的状态。为什么没有？因为如果有的话，我觉得你们不会发展成爱情的，因为他这一个友情的能量太强了。
哦，他现在这里的突破口就是你们中间还有很多淡淡的情愫，是不是完全的朋友的完全体？不是完整朋友关系的完全体。哦，你这边好，总之啦，他这边并没有特别说你们这个疏离会不会再变得比较好，之后会变成恋人，没有啦。这边只有说之后会变得更好，就这样。现在就有抓到这里。哦，至于他你们是不是互相暗恋或什么的，我觉得他觉得你是一个蛮不错的伙伴之一，现在是这个状态，感觉是很好的。但是我个人觉得水能量偏少，也就是说，他意会到你跟他之间的情愫跟情感的能量不够多。就像我刚刚定义的，我觉得目前就只有先到这里。你们的关系就是，他比较熟悉的朋友圈里面的一个人，这样。那现在就只能先维持这样了哈，因为讯息给的很清楚，要先这样子比较好。来，我再翻其他的哈。好，这张还好哈，你们的距离不会太远。哦，只是关系感觉变得比较贫瘠。我就刚刚讲，就是那个疏离感这边讲了，但是其实距离没有很远了，还是可以时常见到啦，还是可以时常见到。所以从这张牌可以看出来说，这张牌跟这张牌都有说哦，你如果想要主动，不要让他疏远这么久，你就多把他约出来就好了，主动一点就好了，让他时常见到你就好了。其实这边有一个讯息是这样，让他时常见到你，就可以保持比较好的关系，就能够保持的比较好，就能够保持比较好。这边有允许可以主动性再更强一点，可以比较多一点。好，那因为水能量出来了，而且这个水能量是包着你们两个的，它是一种非常善意的水能量。他告诉我，需要我告诉你说，你跟他的关系虽然现在没有办法去把它表达到爱情里，但是友情的这个或是的关系里面，还是可以一直营造到比较好的，因为水能量非常足够。你们两个的相处里然会有非常多的愉悦感，也有幸福感，也有快乐的感觉，而且不怕用光，也不怕破坏掉。即使现在他有交到新的朋友或什么，你还是能够多约他，和你的朋友一起多约他，把他叫来，他都会出现，他应该都会出现，然后还能够维持基本的联系，没有那么疏远，还能够增加，它变成是让他双线在进行不同的朋友圈，因为反正我们后面已经看到他，他终究会回来他最熟悉的你们这一圈了啦，尽量把他拉住了。好，水能量我在支持，有到这个方向哈。那只是这个部分你要忍耐一下，你要忍耐一下。哦，你要忍耐的是，他就像我刚一开始讲的，他在专注于你的身上的专注力没有以前的多，没有以前的多哈。那现在因为基本上你没看这一组牌的话，你也会比较少专注于在他身上。可是因为看到了，他这边有一些小技巧，有一些小提醒，需要你把他比较拉住了，不然你们两个真的会跑得比较远了。后面要再回来就会比较久了。还好这边有说哈，其实水能量是足够的，你们的距离真的不远，不要让它变得更远。它这是逆的金币五，本来应该要很远的非常贫瘠，可是现在逆了，他就告诉你说没有那么远，就只有单纯基本的贫瘠而已，没有再往更糟的方向走去，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糟，没有想的会疏离的那么远，只是这个疏离感跟以前比起来是确实比较严重一点啦，怕你完全被影响，因为其中还是有宝剑三在作祟啦，那一个失恋的感觉会一直存在，哦。那种被抛弃跟失恋的感觉会一直存在，他在其中在作祟了你跟他的疏离感的那一个强化，你会有一种觉得他好像没有跟你以前那么要好了，就表示你已经被抛弃了。他没有这么绝对啦，没有这么快，哦，这只是一个过程，要过一下，所以需要一点忍耐。记得他最高级数的牌在提醒你，这段时间算是一种牺牲奉献，要忍耐一下啦。哦，反正后面。如果这是这一段，后面还有一个，后面还有新的故事片，我觉得后面故事片应该是
因为他这里做开头的话，表示他回来之后会再展开下一个局面。我觉得他会这个我要往下讲的话，我直接翻好了。因为我想讲说，他可能因为他会选择他比较熟悉的圈子之后，我觉得他会增加一些他会更加珍惜啦，然后他还会更加注重你，他会更加在意你。我原本是要往这里讲，但是我怕觉得这张能量给的讯息没有我讲的这么多哈，所以我用再翻的好了，补充看看这张到底给了多少我要讲的讯息。就3哦，是这有啦哈。会走入新的局面哈，因为这个牌出来了，会走入新的局面。可是他有一个适应期，因为他可能在别的路线跟你们不知道，就说因为他有一个离你们比较远的一段小时间，他有自己的故事线在发生。那故事线发生里面有蛮多的负能量跟沉重感，但他还没有办法消化的时候，他就会回来你们这里，跟你啦，先别讲，因为我觉得你们这边有一群朋友啦，会跟你们比较再熟悉回来，可是他心里有一些东西并没有拿走，还是有一些沉重感，所以他可能会变得没有以前开朗哦。有一些小小的状况，他会变得没有以前开朗是初期，可是应该很快就会化解了，因为他的新的水能量很快就出来了哈，只是不多，因为他逆位，他没有原本的那么多，他会处在一种比以前在消极的状态，可是还好，他底下有不错的力量牌在支撑着他，所以他恢复的很快。你们的关系也会恢复得很快，他很快就会忘记淡忘，所以从这张牌他会回来，再回到你们这里比较扎实的朋友圈的时候，或者比较熟悉的朋友圈的时候，是用带这张牌来。那只能说他会有一些小改变，你会观察到。好，那你会说你们本来就没有很大的疏离，平常就会观察到，对，其实你平常就会观察到，但是还不足以去轻碰或是去问。要让他自己表达出来，要让他自己问，要让他自己找你们讨论，表示他的心有慢慢的回来了。这边并不是说他在刻意远离你或刻意远离你这个朋友圈，而是他交了新朋友，有把他引走，把他带走，会有一段这个时间。好，提醒哦，你自己也有啦。你并不是完全在这边等待的，你自己也有，说不定是你远离他也有可能哦，是你拉开了更远的距离也有可能。只是我不把它着重在只讲他，让你比较理解哈。但是记得你自己也会有哦，你自己会交了新朋友，也会自己有很多时间会被分散掉。好，就这样后，这选择2号牌的朋友，希望给你一些方向感哈。那我做一个小结哦，就是说你们的关系应该会进入一个新的事件里，算事件里。那这个事件里会有很多的外物跟新的朋友，会让你们两个相处的时间没有以前多，所以会有一种疏离的感觉，见面的时间变少。其实理智的看，这边有说到理智的看，其实你们见面的时间没有变少，只是谈话的内容跟跟以前比起来有点疏离，主要是因为交了新朋友，讲话的内容、价值观会让彼此觉得有陌生的感觉，因为内容都是不熟悉的，所以才会有一种疏离的感觉。那这个疏离的感觉会不小心提醒你，因为你现在是属于暗恋他的状态，所以但他那边好像还没有到这个程度，所以你的状态会变成是，当那一个疏离感出现的时候，你会误以为是以前被抛弃和被不在乎的那一种感觉很类似，所以你自己也会想脱离。所以当你自己交了新朋友之后，你也会想要去找新朋友，去认识新朋友。那这样子你们两个就会成为两个反方向，越来越疏远。所以牌面上才说，无论如何交了新朋友，都还是要维持基本的联络频率，要跟以前差不多，不可以就真的变疏远了，不然要绕一大圈才会再相见，才会再回来这个状态。如果有维持好基本的相处状态的话，他其实就离得不远。当他跟新的朋友发现跟他们不对盘或是没那么要好的时候，他会立刻就回来跟你们比较熟悉的这一圈。其实在我们没有翻牌的话，这些东西都会有一点隐隐约约的发生，不会这么明显。但是因为牌面发生了，我觉得它主要的主轴是怕你自己更加的远离他，所以把牌面都提醒你。好，记得不要被这张牌影响了，这张牌其实力量还蛮大的。我刚刚一开始说它只是一瞬间的，可是它那个一瞬间扎心的感觉还蛮深重的，因为它影响了旁边的一些负能量哈。好，就这样哦。这选择2号牌的朋友，希望给你一些方向感哈。那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
来，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3号牌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你们是互相暗恋的吗？所以我今天会用2条故事线来一起看哈。来，我们来看哈2条故事线的发展哈。好，好，好，还有哈，哎。那一样，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天使卡，来定义一下你们2个故事线的最核心能量跟应该是核心概念是什么哦？啊，好，哎呦，我觉得为什么我有看到告白的可能？虽然这一个言论非常非常冒险，非常冒险，但我有看到他也会跟你表达好感的可能性蛮高的耶。哦，因为我看到你这边有一个强烈的反应的改变，强烈的反应的改变。那从他这里的一个能量的往你这边过来的那一个冲击性来说，它一个很强而有力的能量往你这边来，而你所做的反应是应该说什么呢？180度的大转变，跟你之前的概念和你接下来的概念跟你之前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才会说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他是跟你表达他对你其实也是喜欢的，然后你的概念会转换吗？哦，因为什么他不是另外一条线？就是说你跟他告白，然后他跟你拒绝，不是这个方向，因为你这边没有这一个主动性，他的主动性比较多，所以我才说是不是很有可能他会更加接近你，他会主动的靠近你，主动的让你们关系变得比较好，然后你会有所感觉到你们的关系跟你对他的感觉和对他的反应都有180度的转变，是这样子。我所得到的讯息是这样哈。那我通常不会这么的希望给你们这么明确的喜讯，因为我怕你们失望太多。但因为牌面上有这一个冲击性啦，我就直接先跟你说啦，所以你可以抱着希望、期待一下、乐观一下哈，也不错，心情上也会比较好哈。牌面没有骗我，我也没有转换成别的语言骗你，我直接告诉你讯息是这样哈，所以你们关系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新的进展跟发展，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啊。这边也说了会有一种，可是如果以塔牌做这个的话，我觉得跟这个的转换有所呼应啊。我的第一个直觉是，我觉得他表达的不好，他等一下啊，而且我跟你说，这边也有一个可能性哦。哦，其实我刚在这里有感觉到，只是我觉得几率非常小。可是现在塔排出来后，我就有可能，我把这一个讯息先跟你说，只是其中一条线，它不是完全的。他有可能做了你不喜欢他的事情，然后你有一点刻意远离他，也有这个讯息哦。他也是所谓的180度转变哦，也有这个讯息。但是我往比较乐观的讯息讲。你们2个关系上会有一个重新的建立，也有这个讯息是不同的哦。同样的逻辑，同样的讯息拼凑，它也有这个讯息。我个人比较希望是往我刚刚说的是你们的关系有一种重新的建立上去走，但是也要有一点点心理准备啦。也许他表达的不好或什么，你对他有负面的感觉或扣分，你会有一点点远离他也有可能。这个你要放在心里，也要有一点心理准备哦。我不能完全忽略到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个提醒对你来讲可能会比较安全啦。我怕一直都只往好的方向走，我怕你全然的付出或是全然的靠近他，就得到很大的失望。所以我必须跟你说，他也有可能做了一些不在你期待中的事情，然后你会有一点点自我远离他，也有这个讯息哈。你自己这个警戒心也放在心里一下哈。
那总之大致上你们两个关系在近期可能会有一个新的改变，好，会有一个新的改变。目前看起来是一半一半，我必须说一半一半啦，因为我不想把我自己的渴望加进去，那我就把它放在一半一半。哦，好，但是后面我还要再往下翻，因为还有很多牌可以翻，它不是这里就定立了哈。来，这张牌就出来了哈。那这里我必须说哈，似乎偏向于关系变坏的可能性有变高。但是很奇妙的是，我在你这边却一直得到更强大的火能量上升，你的生命力变更强了。哦，我要冷静下来看一下这张牌的趋势哈，然后也要必须转换成非常坦白的跟你说。先从他的角度，我先说，他可能应该会莽撞的做了一些事情，让你有点，第一有点可能小小的远离他，第二有可能更加的保护自己。那他也有另外一个方向是，你会发现他可能，我跟你讲，他这里有第三条线出来了，也有这可能哦。对方有可能不小心，有可能最近会进入了一个蛮沮丧的低谷期，然后你对他的感觉会有点转换成比较同情他，想要帮助他，因为在某一个情况下，你的能量比他大多了，比他强多了，变成你好像可以帮助他，然后你对他的感觉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改变。我跟你说，这边有一个讯息一直不变，就是你对他的想法有所改变，这件事情到现在六张牌都没有变过。好，这是这么多有可能性来说，就这一个核心是没有变的。你对他的想法感觉会有所改变，而且是蛮大的改变。那他这边的能量是往负能量那边趋近的，所以合理来说，然后你这边却有一种保卫自我的机制有起来，一种对自己的生命能量有起来，而且还有一种新生个人进阶的能量有起来。所以我们要这样讲哦，如果你对他的想法跟以前有所不同，然后他又是往比较负能量的方向走，那你这边却有一种个人能力上各方面的升级，你会怎么想这件事情？是你因为他的事情而感觉到新的觉悟了吗？还是你从他的事情上学到了一些东西，然后你成长了？所以我才说他会呈现一种跟你想的不一样的状态，然后你会有点觉醒了。那他这个觉醒可能有一个顺序是，他可能走进了低谷，他需要人帮忙，而你的能力觉醒了之后，你发现你能帮他，而不是处在一种你暗恋他或是你追求他的状态。总之，你会升级，你对他的想法会变，但他的能量变弱，你的能量变强。现在目前看起来就这样，细节我不知道。那其中没有感情的欺骗，没有那一种方向，哦。所以你刚刚听我讲，你说有点担心，说是不是他欺骗你？我说没有，其实没有那个方向，因为火能量很强，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有事情发生了。然后我必须讲的很白话一点，就是他可能没有你以为的那么有魅力了，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好看了，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强壮坚强了。他比你想象中的变弱了很多，相对之下你变强了很多。你发现你自己比他可贵更多。会有这个概念，但不一定就是就是这样一翻两瞪眼啦。我个人，因为我通常谈到这个状况里面，我内在的慈悲心会、怜悯心会起来，所以以我个人主观的，我会支持的说法是，他可能能量变弱了，需要帮忙，然后你发现你自己有能力帮他，所以你就更加亲近他。但这份关系会转变成不是从暗恋的方式开始走去，因为爱情、同情是不一样的情，现在会变成一种同情的方式，变成你去接近他，你们的关系会变好，可是不是往爱情的方向走去，也有这一个方向了哈。那我们再往下翻哈，这个是我蛮意外的趋势发展哦。好，好。
世界命运之轮在这里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组合，在这边同时出现。哦，我们把这里做隔开。哦，应该说你们的关系确实是有一个很大的事件产生，然后有所不同，可是结果是好的。你们的关系会变得更加亲近，这件事情我有越来越明确的感觉到，那一个火能量所滋养的是你们关系的进化跟进展。这里所谓的你的整个大改变来说，我觉得它包在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上。我觉得我现在更加支持，在他可能有事情需要你去支持他，他示弱了，然后你会发现你在这份关系里面的可贵，所以你升级了，但他还没有，然后你们的关系会进入新的状态。新的阶段，然后感情之后就会加速加温。但是我必须真的要提醒哦，目前到这里，爱情牌的能量，爱情能量真的不多，所以你们的关系会变好，并不只是往爱情的方向冲去哦，它更多的是友情哦，因为同情的能量有偏高，这一点你要注意一下但那只是前半啦，它后面还是有一些新的发展的可能性呢。因为事件牌出来，它四种智慧能量都一起出来了，它后面的可能性有加大了。它直接用世界牌来做一种它的路径的大转变，然后用命运之轮讲你的路径到了对的时间。那因为这是两个一起的，在对的时间要有一个大的变化。而且能量都是正的，表示你们的关系就是会往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前进。而且因为命运之轮在下面加速，所以你们的关系会有一种比之前更加亲密，节奏会变快了。所以不得不说你们的关系真的变好。但是我还是要再说一次，它不是只是往爱情那边走去。来，你们的关系会变得更紧实。变得更紧密，但这里我等一下要另外再翻牌来看一下，到底是往哪个什么内容细节我必须要再看。我先把这里讲完。你们的关系会变更紧密，其实会变更紧密。但我比较希望不要同情心不要那么多。可是很难控制了，很难控制。好，这个就提醒多余了。反正你们的关系会变得更紧密了哈，因为我觉得这一组节奏比较快，我会看一下，因为它藏了很多东西。然后他的人的确如我前面所说的，他的能量变弱了。然后他世界牌带领他进入一个新世界之后，但他内心可能有些黑暗面跟阴影产生了，所以他能量还会一直处在一种弱的状态。而你这里你会有一点点不知所措或看不懂，你也不知道要怎么，因为前面你还能帮助他，因为你只是要把他拉出来，或是就支持他或什么。可是后面你们两个关系变得比较紧密之后，会有一些更内心的事情你要面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没办法处理，你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会很陌生。因为这原因是什么？这原因是你从来没有跟他这么靠近过，你们的关系从来没有这么紧密过。当初他能量比较低的时候，你给他一些资源，给他一些安慰，陪他聊天或什么的，我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啦。总之，他会变得很低迷，然后你会 support 他，那关系会变得紧密，接触会变得比较长。但是到最后稳定下来之后，他恢复到了正常的状态，可是他的能量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恢复。但是你们的关系会变成紧密的时候，你们就会开始聊一些更内心的事情。那个时候就是新的阶段开始了，因为你跟他从来没有这么紧密过，所以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会说出一些你没有听过的语言，跟他内心的话语。他很有可能会呈现一种你从来没有看过他的虚弱感，那个对你来讲会有点震惊了，所以你会有点不知道怎么办哦。所以宝剑2才会这样，你原本所相信的自己能够应付的各种东西都失控失常了，流掉了，你发现你手足无措了，好吗？你看到后面是海洋能量，当它逆向的时候，海洋能量就变成是一种倾倒的情绪能量，你没办法抓住，所以你不知所措了。好。那这个是你们两个前这一阶后面到这一阶的一个状态，所以你们两个关系会变得比较情绪上啦，情绪上会变得比较复杂啦。那这边也没有立刻告诉你说相处上有什么 tips 要说，现在还没有，这个我要另外翻没关系，我再慢慢讲因为我觉得这个节奏蛮快的，我把它先翻出来。
它哈，这个我放这里，没错，跟我想的差不多。你们两个在这近期会变得比较紧密的那个关键点是，他确实有情感上的事情受到伤害，可是不是爱情哦，不一定是爱情哦，因为我觉得就是没有爱情能量啊，可能是家人或什么各方面的啦。他对于自信心、自己的水能量、情感上、情绪上面有受到某种伤害，然后变得比较，我收回伤害这件事，我直接就说他会变得比较小，他变得比较无感、不敏感，变得比较安静、封闭，它会变得比较封闭，所以它的能量变缩起来了。就是它有事情，而且这个节奏非常快，一发生到它缩小速度很快，所以它有可能在你眼前会失去了某种光彩，速度蛮快的。那你这边会处在一种很愿意帮他，可是不知道帮了有什么结果的，你就变成会有一种瞎担心、瞎操心。可是他会感受到你的支持跟你想要帮助他的能量，这个是基本上是有的。只是你真的无法真的完全帮助他，就只能在心情跟精神上去支持他。那这一个紧密度跟你们这个互动会比以前高，所以也就是说，他等到他平静下来，经过了太阳牌的爬升，然后再进到了世界牌，他是用太阳牌进入世界牌的，所以他的能量恢复的是立刻回到比较正面的世界来。他这个萎靡的负能量其实很快就被他克服掉了，只是他再爬回去到正常原本的基本值时间比较慢，但还好是太阳牌在支持他，所以他爬升起来的时候是有正能量在引导他的。好，是有正能量在引导他的。然后，只是你这个无法不知道怎么帮助他，怎么的，你只能在外面陪伴他，瞎担心的这个能量也会一直持续下去。到最后，你们到了更亲密的关系，就是你还是完全不知道怎么办。其实你知道这边在暗示一件事情吗？暗示你们两个，你其实没有那么了解他啦。你其实没有了解他，那这边可能出现的功课，权杖三就在告诉你说，其实你要想一下，其实你跟他的关系，你对他的了解可能是处在某一种虚幻跟误解上的。为什么前面他有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没办法真正的帮助到他，然后到后来变得比较好的时候，你听他讲一些事情，感受到他的虚弱的时候，你也没办法觉得他，主要是因为你没有那么了解他，你喜欢他，可能是喜欢他的一种表面，或是某种他给你的简单讯息里面的一些幻觉，你没那么了解他。可是从这张牌告诉你，他这边说，那你需要启动了，你需要好好的去了解他了。如果你这么在意他的话，尤其像你们关系变得比较亲密的时候，你底下有一些力量在支持你跟他关系变好，他也有这个，他后面去开始有一些慢慢的有一些幸福感被拿回来了啦。这代表什么？代表说他有慢慢恢复到他正常的能量了。可是这一个你们两个的接近跟亲密的时刻，可能未来没有那么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是你要好好了解他，你后来才知道怎么帮助他，才知道怎么支持他，他也会感受到你是能了解他的人。记得我的用语哦，你是能了解他的人。为什么这样用？因为你前面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真正的对他有实质的支持或什么，就算言语上的，因为这边有好几张牌在讲这里，在讲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帮助他，你就只能在他附近让他知道你有在支持他而已。所以从这里看起来是你们的关系其实算是蛮薄弱的，算关系上算是蛮薄弱的，因为薄弱到他能量处于一种比较萎靡的时候，你这边的能量跟他连接还变少，你还没有被他拖下去，你反而自己还有能量可以上。我并不是说在责备你没有帮助到他，而是你们的从这边可以看出来，你们两个的联系非常的内在心情上的联系非常的不扎实啦，不扎实。所以从这里再回到我们今天的题目上，你们是互相暗恋吗？其实就没有了。其实就没有，其实你们现在还是处在一种比较淡淡的朋友状态里，然后后来他爬回去比较正能量的时候，
你们关系才会有一些比较新的进展。可是这还是朋友的能量，然后只是变得比较亲密。那这一个是非常好的时刻，你们亲近了，你要了解他。他这个说你要了解他的一个主要的核心目的是什么？你要知道你在喜欢谁，你要知道你在喜欢他什么，你才可以在对的时间里面，用你对他的喜欢，真正的去具体的帮助到他。那前面这里，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会不会发生，可是当它发生的时候，会有两种状况哦。第一，你察觉不到，因为这里我先讲完。第一，你察觉不到；第二，你帮助不了他，这两个状况。我先说，其实我刚刚在看这里的时候，我一直找不到，为什么你？其实我一直在努力的去诠释，为什么你觉醒了，反而他萎靡了。我一直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对称的、互相影响的，就是一个跷跷板的状态。一个人放弃体重比较轻了，就会被抬起来之类的这种跷跷板的不平衡。可是我发现原来不是啦，我看到后面发现原来不是，因为我发现这条路径跟这件事完全不一样的路径。我发现你会处在一种旁观者的状态里去看他，因为我发现好几张牌，发现你没有办法，你没有能力去帮助到他，所以你们两个的距离在这边证明的是有的。那你会处于在你只是暗恋他，可是他把你当成是朋友而已。因为我有发现一件事他如果事情发生这个状态比较低迷状态的时候，他没有向你求救，没有这个声音过来，能量是完全不同线的。我必须说，这个还是属于你的，他的这一条线还没有。我故意压在两个的路径上，可是我有发现是不同东西，就是这边被隔开了。因为我应该是要去翻开两条故事线并行，然后做中间会有一些绵密的。可是我越翻越有一种，越翻越多，越有发现这就是两条完全不同的故事线，没有任何直接的牵连。所以我在寻找，像我的诠释，我会一直去我先认定你们你们的连结性是高的来去做推论。可是这个想法就越来越薄弱，以至于我后面真的发现，原来你们的关系是比较疏离的，没有那么靠近。那这其实不是什么坏事，讲到这样好像让人很沮丧，没有啦。其实这边讲的是一件事情是，牌面在告诉你说，我们现在先认知到你跟他的距离，跟他的新的距离，这叫新的距离是远的。那在这边再提醒你，其实你没有那么了解他。如果你是暗恋他的，你想要跟他再更亲近，你所要做的部分就是要去认真的去了解他。因为你现在所喜欢的方向好像就处在一种模糊的，这边有这个讯息希望你能够，无论是未来什么，你都要知道说，你要知道你喜欢谁啦。因为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因为等到他真的需要有喜欢他的人帮助他扶他一把的时候，你也是啊，你也希望有人来扶你一把，是你希望是了解你的人能够进入你的心啊，才会知道你需要什么，不是吗？是这个角度啦，只是现在角色换了，不是在责备你说为什么你们距离这么远，而是说他现在在把你有点叫醒啊，就是说，你好像没那么了解他啦。那这样子，等到他有事情要帮忙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怎么帮他，就要用这种比较轻，我要用这种比较轻松的方式跟你说，就是你要知道你喜欢的是什么样子的人啦，你要希望你喜欢他是什么样子的人那他这所有的就是说，你可能跟他还不够亲近，不够熟悉他。那如果以这样这个暗恋状态，就表示你跟他是一个拉得很远的距离的暗恋状态，所以他这边就不会有很强的回应能量啊。首先，因为他可能不知道你对他有好感，因为现在的关系感觉变得很淡，这样子不过有好的啦，还是回来讲好的。你们后来关系会变得比较多的频率啦，频率会比较有联系啦，这个是个很好了解他的机会的开始后面要开始把握一下。好，那我还有别的翻有翻一些比较理智的牌好吗
目前你们两个人还没有一个对等的互相吸引力来，就是说他现在还没感受到你这边的吸引力，可是你这边是单方面的在暗恋他啦。哦，那牌面上希望你理解一件事情，就是你现在对他的讯息、喜欢他的讯息，这些能量他都还收不到。他不是听到了没感觉，他现在都还没收到，也表示你这边可能没有传过去。他甚至不知道你对他有特别的好感啦哈。然后现在这份关系好像没有办法往前，就只能现在这个状态，你要想办法去突破，要非常理性的想办法去突破，要更加的接近他，要跟他多聊天，要自己要主动性要提高。好，现在你跟他还算蛮远的，距离还算蛮远的，关系上真的还算比较淡，关系上算比较淡。哦。那我要回到这一张牌，这张牌我一开始说你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完全不一样的感受。那我想它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你开始会发现他有你完全不理解的那一面，这是你对他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面是你会发现原来你对他不够了解，所以你会想要做出一些跟之前不一样的事情。在你看这张牌之前，你完全不会意识到这个事，那是因为牌面上有讲到这一件事情，我要提醒你。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看这牌前面的，你对他的暗恋或者状态，都是处在于大部分是你认定的、跟你以为的状态，可是其实他不完全是那样，基本上不是，因为发现你们的隔离跟连接太少。为什么连接少？因为共识少，能量契合少，主要还是因为你们的距离远，心的距离远，然后不够了解。那这张牌所谓的有一个新的转换。我觉得他在提醒的是，你需要有一个新的理解，对于这份关系，对于他的为人，对于他的状况、他的处境，要有一个新的理解。好，你这边对他的感觉，其实这边都没有收到了哈，要注意一下。来，好，你们的关系现在还需要，关系上情绪各方面关系上是不稳定的啦，因为还没有建立比较绵密的相处啦。这边又看出来，其实你们还没有建立绵密的相处，很多你对他的想象都是处在一种比较多的是幻觉跟幻想里啦。那这边，我只能说，这边先从这张牌做一个结论哈。牌面上并没有要告诉你们关系就这样没有发展。这张牌讲的是更遥远的远方，而且是金星能量，是爱情能量。他用权杖六来告诉你说，其实后面还是有康庄大道在行走，表示什么？你们是有机会的，只是现在关系在非常初期，因为连你都还不太了解他，这段关系要怎么往前建立。但是后面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它是在金星的爱情能量上能量在散发的哦，它没有堵死你们的关系哦，只是有一点点这整组牌在退到非常前面，告诉你说，你要试着去更了解他，他才能够感受到你的心。他现在你喜欢他，这些善意的能量他都没有接收到哦，他都还没有接收到哈。所以他没有任何可以做的回应，你们的关系就是淡淡的朋友。记得这张牌，他后面才出来，你们后面是有可能的哦，但是要记得要再往前走，要再更主动一点，要再更多的关心，要再更多的理解他、了解他哈，才能够打动他的心啦。能量开始有连结之后，水能量会自己连起来，不用你多做什么事情，感情跟关系就会自己建立起来。要让他有机会回应你。好，那这是3号牌哈，整个走向有一点超乎我想象的不同啦，所以我慢慢帮你找出纠正的话，可能只能说有点小抱歉，跟一开始太开心的这样子讲，会让你有点小失望。可是希望后面能够让你警觉到，或是提醒你一些事情你可以做的哈。那就这样，我给你一些方向感哈。谢谢你来听，祝福你哦。